官家，金军大军压境，此乃我大宋存亡之秋。若不依从金兀术之请，我大宋仅存半壁江山，恐也要陷落在金兵铁蹄之下呀！对呀，等等，这阵仗有点眼熟啊！文武百官、龙椅，喊官家的，朕不是死？官家不可再犹豫了。头怎么那么疼？一股乱七八糟的东西往里灌。大宋赵构，啥玩意儿？这明明是大汉皇帝刘禅。唉，算了，名字叫什么无所谓了，没死就行。这红色龙袍，料子比我大汉那件细腻多了。时代进步啊！这紫袍的最少站得也最前，刚才还冲我说，八成是个大官。先从他下手试。堂下所站何人？微臣秦桧蒙官家信重，今任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右仆射，这我熟。那一串听着就很厉害的头衔，十有八九是那位丞相。那你这个右仆射和丞相比起来，怎么样？陛下，本朝不设丞相之职，微臣之官一般也被称为宰相，实质上与旧时丞相差不多。果然被我猜中了，那不就等于相父吗？虽然换了个人，但位置一样。那朕这日子又稳了。爱卿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官家，金军大军压境，若不按其要求速斩岳飞，恐我大宋仅剩的半壁江山也要陷于战火之中。为江山社稷，为黎民百姓，还请官家早下决断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朕怎么就只剩了半壁江山？大汉一州地都能叫天下，大宋半壁江山还说只剩，这买卖怎么听都不亏啊！先别说出谁，先给朕把另一半江山找回来再说。啊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话是啊。嘘，官家此举必有深意，你看着便是。快拿鱼图来！官家，您没事儿吧？朕能有什么事儿？快拿鱼图！是官家。就放这里。上辈子我就这么一小块，还跟我说只剩半壁，那另一半到底是多大？爱卿，快来，来给朕说说。官家您看，这一些就是我们失去的那半壁江山。这条线以内是我大宋目前还剩下的地盘，而这里就是延安，我们所在的位置。等等，上辈子父皇和相父拼命一辈子都没拿到的地方，现在通通是我的。爱卿，你是说这些地方全都是朕的？是的，官家，目前这些皆为我大宋疆土。爱卿，你刚才说那什么金军大军压境，你来给朕指一下。官家，金兀术的大军就在这里，若不速诛岳飞，使其满意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爱卿，这个金兀术是个蛮夷。回官家，现已不便再称其为蛮夷了。蛮夷就是蛮夷，占了我中原也照样是蛮夷。哎，官家，此事说来话长啊，追根溯源，还要从晋朝的八王之乱说起。上辈子我把江山输给司马家，这辈子还得给他们擦屁股。行，记下来。从他们闹出来的烂摊子开始，我得一块一块把中原抢回来。早知道司马家后面能整成这鬼样子，当年就算拼到最后一个兵，朕也不投降魏国。可惜说啥都晚了，现在朕成了赵构，这摊子还得我来收。从我醒到现在，这秦桧嘴里就一个词：杀岳飞。蛮夷要杀我就得杀，我刘禅没尊严。一个个都被蛮夷打怕了。算了，你们怕朕不怕，打不过曹魏，还打不过一帮蛮夷。爱卿，今年岁入几何？回官家，按户部测算，今年岁入大约是8970万贯。你说多少？再说一遍。
回官家约8970万贯。8000多万贯，我大汉在相府手里1年也就3万贯，大宋这是遍地金山了。算了，反正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这彻底扩了。我大宋现在还有多少兵马？回陛下，我大宋现有步军40万，骑军5万。大汉3万贯虽然，最多养兵12万，大宋8000多万贯，竟才45万兵，有点抠门啊。不过朕一辈子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。爱卿，把我大宋的兵力布防图拿来。官家要那个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当然是打回去啊！难道还要朕留着他们过年吗？看他们这表情，个个都觉得我疯了。可在我看来，蛮夷压境，家底这么厚，不打回去才真疯了。得打回去。就是，陛下大抵是真疯了。大人，您刚才听到官家说什么了吗？当然听到了，官家说要打回去。大人，你说陛下怎么会突然之间就转了态度？下官一时失礼，还望枢密使大人勿怪。你们当然想不明白，因为这届官家已经不是你们认识的那个赵构，而是一个刚发现自己家里有金山银山的刘禅。大人，其实在下倒有个猜测，还请大人帮着参详参详。哦，良臣有何高见，不妨直说。在下以为，官家今日一切皆是有意为之，只为那一句打回去做铺垫。你们脑补能力这么强的吗？朕自己都不知道朕有多深沉。何以见得？官家会不认识宰相？除非真疯了。所以在下断定，官家是在敲打秦桧。良臣此言，看官家也是对这奸贼不满了。官家此举是提醒我等勿忘故土。我其实是在感叹，哇，这么大块都是朕的，结果到你嘴里就成威风了。不错不错，那问岁入又是何意？一则告诫我等，这8000多万贯岁入，日后多半要被金狗盘剥。妙，如此看来，官家在问兵马之数，也是要告诉我等，只要不怕死，敢拼命，这仗就能打。哎，你们这帮人一句话，把朕从一色疯子抬成了隐忍明君啊！但没关系，官职对了就行。相府当年也是这职位。爱卿，你回去写出师表吧。啊，官家，臣写出师表做什么？当然是准备出征啊！爱卿放心，你出征之后，朕一定会照你在出师表里的安排处理朝政。爱卿，你回去写出师表吧。官家，臣不会打仗啊！爱卿，你说什么？官家，臣不会打仗啊！好家伙，让你领兵，你跟朕说不会打仗？你不是宰相吗？你不打仗当什么宰相？朕记得没错的话，你刚才说你的官职是宰相，对吧？没错。你还说宰相和丞相差不多，只是叫法不同，那不就对了？既然跟丞相差不多，你怎么可能不会打仗？官家，宰相和会不会打仗似乎并无必然联系吧？胡说，怎么会没联系？你看看大汉的诸葛丞相，六出祁山，那是何等风采！宰相不都应该文能安邦，武能领军吗？你连仗都不会打，是怎么当上的宰相？官家，臣若有做的不对之处，您直言斥责便是。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何必以诸葛丞相来羞辱于臣？原来诸葛丞相不是每个朝廷的标配。那你呢？既然是宰相，总得会点什么吧？打仗你不行，那你擅长什么？回官家，臣还略懂诗词歌赋。朕就说嘛，爱卿既然官居宰相，必然是有过人之处的。那爱卿的诗词歌赋跟曹子建比起来，又当如何？朕的问题有那么好笑吗？曹子建，在我那个年代，顶多算有点才华吧，跟我相父一篇出师表比，差了不止10个冬牛。你站起来！朕的问题有那么好笑吗？官家，晋人谢灵运曾言：“天下才共一担，曹子建独占8斗。”你要宰相大人同曹子建比，确实有点难为他了。爱卿啊，诗词歌赋也只是小道。回官家，臣还略懂书法。好，爱卿果然不愧宰相之才。哼，
那你的书法跟蔡邕比起来如何？太医，快传太医！朕这个宰相怎么抽血了呢？官家，宰相大人书法确有独到之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微臣韩世忠。你在朝中担任什么职务？哎，算了，什么职务都无所谓。我……对了，刚才秦桧一直嚷嚷要杀那个叫岳飞的。不是他想杀，是蛮夷非要岳飞死。蛮夷为啥非要盯着他？能把蛮夷气成这样，说不定是个会打仗的人。真问你，岳飞在哪儿？回官家，他在赵狱啊。赵狱？他去那干什么？审案吗？神他妈审案！主和派都被你气晕了，正是我们主战派翻身的时候，戏演的会不会太足了点？回官家，岳飞并非在审案，而是被您亲自下旨打入的赵狱。啊，朕下的旨？因为岳飞领军北伐，大破金兀术10万大军。你说什么？岳飞竟是北伐的主将？官家说的没错，岳飞一直都坚定主张北伐。一直坚定北伐？当初大汉喊着要北伐的，还有相父姜维。能跟这2位站一条战线的，怎么可能不是活着栋梁？结果我这前身竟亲手把人关进了大牢。看来朝里有坏人呢，会是谁呢？总不能是我自己啊！哟，宰相又上线了。虽然比文比武谁也没比过，可他毕竟是宰相，跟相父一个官职的人，怎么可能真废？肯定是我还没挖掘出他的闪光点。爱卿觉得如何？可好些了？多谢官家挂念，臣现在已好多了。好多了就好。朕正有许多疑惑，要请爱卿替朕释疑呢。这才是宰相配置的正确打开方式。什么军务嘛，当然要先问丞相级别的。至于那个一直举着手握我的韩世忠，先放一边了，看着就傻。朕想知道，既然岳飞是北伐主将，那朕为何要将他下狱啊？好狠一招，让罪魁祸首亲自见识自己怎么构陷岳飞，这案子不翻都难。官家，你其实比我还会下套。回官家，岳飞并非因北伐之事入狱。哦，那是为何？是因为岳飞谎报战功。谎报战功？他谎报了什么？岳飞向朝廷报功，自称在朱仙镇大破金兀术10万大军。爱卿，那岳飞真在朱仙镇大破了那老狮子金兀术10万大军？官家，臣也判此事为真，奈何岳飞并未破金兀术10万大军，他乃是谎报军功，这一切皆是假象啊！假的？爱卿可有证据？臣当然有证据。自靖康国变以来，我宋人与金人交战，可曾占过上风？李纲、宗泽、张俊、韩世忠无不折戟于金人之手。朱仙镇一战，他竟称大破金兀术10万大军，官家您信吗？您说这还不是谎报军功吗？官家，岳飞就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。骗子？敢说一个能把蛮夷打到发疯的人是骗子？好，你等着，等我见到岳飞，先看看他是真骗子，还是你们这帮人全都在骗着。李纲、宗泽、张俊，一个都不认识。既然都打不过蛮夷，在我眼里顶多算略有本事的废物。至于那韩世忠，名字倒是记住，连蛮夷都赢不了，还在这面前叨叨，有名的废物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岳飞带6万人对上10万蛮夷，万一是真打赢了呢？要是真的，那就是以少胜多，跟相父当年何其相似。秦桧一口一个骗子，我总觉得不对劲。爱卿说的有理，不过朕想知道，岳飞那6万大军究竟打败了金兀术几万大军？官家，恐是臣方才没说清，岳飞并非打败了多少金兵，而是被金兀术打得大败亏输。原来如此，朕还想着就算没赢10万，赢个8万也好。看来朕终究是被岳飞骗了。对了，爱卿，那这岳飞借领6万大军与金兀术一战，既然大败，那他这6万人最后去哪里了？回官家，臣知道岳飞6万大军的去向。快说，那6万大军去哪儿了？就算战败，至少能收拢2万、1万回来吧。官家，诛仙阵一战后，陛下依秦相之意，连下12道金牌召回岳飞，随岳飞同回京师的将卒共计58731人，枢密院悉数登记在册，陛下可随时查验。6万去前线，58000余人跟着回京，这要叫惨败。
那相府六出祁山怕是连战报都不用写了，这哪叫败仗？也就是说，从我醒来到现在，最信任、官职最像相府的那位宰相大人，很可能在骗朕。这个结论真是比蛮夷压境还让人难受啊！爱卿，朕想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岳飞领兵6万，若真大败于金兀术之手，他又如何能带回58000多人？官家，就算他带回再多的人，又有何用？此话怎讲？官家有所不知，岳飞貌似忠厚，却是包藏祸心之辈。陛下以军国大事托付于他，他何尝真正将此心献于官家？此言何解？岳飞巧言令色，最善蛊惑军心。其部下无论俸禄粮草，皆由朝廷供给。可他们口口声声自称岳家军，6万兵将只知岳飞其人，不知官家其军。此等拥兵自重、狼子野心之人，陛下若不治其罪，将来大宋江山又当如何自处？原来你们怕的不是蛮夷太强，是自己人太能打。好吧，岳飞到底是狼子野心，还是你们心虚害怕？这很快就会知道了。他八成已经明白，正在一步步给岳飞翻案。他现在肯定在想，本来今天是来把岳飞定死的，结果官家忽然反水，主谋叛变从犯还怎么完？爱卿方才说岳家军只知岳飞，不知朕，是也不是？千真万确，官家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啥？官家您说啥？朕说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岳家军是岳飞带的，他们知道自家主将不正常吗？官家，臣的重点不在此，重点在岳家军只知岳飞，不知官家您呢。这很重要吗？怎会不重要？岳飞所率皆朝廷官军，却只知岳飞，不知官家，这与思君何异？他们就算知道朕也不能领着他们上阵厮杀呀。他们认主将打仗，岳飞将忠心，这不就够了？既是官军，便当心向官家。若不知官家而只知主将，则社稷危矣。官家不可不察呀！爱卿一片忧国之心，朕很欣慰。不过其实也好解决。哦，如何解决？朕以为各军主将皆由朝廷任命，朕自当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再说了，就算那岳飞真有反心，朝中人才济济，难道还拿不下他一个岳飞不成？用人不疑，这真是我认识的那个官家。若有一日岳飞真起反心，诸爱卿可为朕诛之。官家放心，无论岳飞亦或旁人，但凡有人敢对朝廷、对官家不忠，臣必诛之。臣亦如此。爱卿，你看，朕说的没错吧？朕这个宰相怎么那么爱粗心？爱卿啊，说了半天，那岳飞到底犯了什么罪啊？莫须有，莫须有。这是什么罪名啊？朕怎么从没听过？大汉律里可没这一条啊！官家，岳飞精忠报国，抗击金兵，家为国功在社稷。秦桧嫉贤斗能，诽谤岳飞虚报军功，又污蔑他拥兵自重。自岳飞下狱以来，秦桧对他与妻子岳云、部将张宪等人用尽酷刑，只为屈打成招。可三人皆是誓死不屈啊！嘴这么严，听着挺像我当年那小子。秦桧眼见他们不肯认罪，竟欲以莫须有3字置岳飞于死地。别说是功高社稷的武臣，就算寻常百姓，又岂能用莫须有来杀人？臣愿以性命担保，岳飞绝对冤枉，望官家三思。爱卿先起，朕不是不信岳飞，只是秦相言之凿凿，朕一时也不好裁断呢。官家，秦桧的所谓证据，只是他一面之词，岂可轻信？既如此，不如把岳飞押上殿来，由朕亲自审问。若真罪大恶极，朕必斩不赦。若有冤屈，朕也当还他清白，如何？官家圣明。看成这样，说明这里头十有八九有猫腻，那就一会见到人再说。传岳飞上殿。长得一点不像，可那股骨劲儿，那种倔强，几乎一模一样。微臣岳飞拜见官家。爱卿免礼，这里是朝堂，又非诏狱。还不将爱卿的枷锁取下！是。爱卿，天凉先披上。他们这表情好像真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。怎么，你们没见过皇帝给属下加衣服吗？臣虽出身寒微，德薄才浅，只愿效仿昔日诸葛丞相，匡扶社稷。臣参军以来，所经大小战争无数。每一战战功皆有实证，绝非虚报。至于拥兵自重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千年以来，官家不弃臣粗鄙，
微臣已北伐重任，行军之余，臣日日临摹诸葛丞相《出师表》以自勉。臣对大宋、对官家之忠心，天地可见。出师表有北伐的本事，有效仿相父的志向，这分明就是个会打仗般的姜维啊！爱卿怎么又跪下了？快起身！谁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？说出来，朕必为你做主。官家，臣从未虚报战功，更无拥兵自重之心。朕知道，爱卿怎会做那等事？快起来！朕信你。既然官家不疑，又何必以黄袍加身相示？臣对官家绝无二心。黄袍加身，朕就是给你披件衣服，怎么到你脑子里就变成逼宫现场了？看来这冤是真冤到骨头里了。下一步该轮到真正的罪人上场了。官家，微臣自从军以来，便立志报国，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原。此乃微臣之志，亦是天下万民之愿。若官家信不过微臣，微臣愿以死明志。就披了件外袍，他直接上升到以死明志，这年头礼数也太金贵了吧！爱卿这是作甚？朕只是见天良，你有衣衫单薄，为你加件外袍而已，何曾疑过你？当年大汉昭烈皇帝，不也多次为诸葛丞相披过外袍？你何曾见他怀疑过诸葛丞相？官家，微臣知您厚待之意，但君臣有别，官家此举于理不合，还望陛下日后勿再如此，以免落人口实。原来这丑人连给大将加件衣服都能落人口实。行，你不喜欢穿朕的，朕不勉强，反正你人是我的姜维就行。也罢，是朕考虑不周了。你把你的衣服脱下来，给岳爱卿穿上。大雪天他岳飞怕冷，我韩世忠就不怕冷。同是主战派，待遇差这么多，我要不要申请调个派系？官家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微臣一点都不冷。把店里的炭火都在天旺些。是。爱卿啊，今天传你上殿，是因为秦桧弹劾你谎报军功，拥兵自重。但现在事情查清了，朕自然要恢复你原职。官家，不可呀！这宰相是真命硬，说两句吐血，歇一会又能爬起来继续反对。哎呀，爱卿说什么不可？官家，岳飞犯下大罪，理当处斩，岂可官复原职？爱卿有所不知，朕方才一审过了，岳爱卿并无谎报军功，也没有拥兵自重。既然无罪，自当官复原职。官家什么时候审的？就刚才你晕倒的时候啊。臣昏迷也不过半炷香功夫，官家就审完了。对呀，朕问岳爱卿有没有谎报军功，他说没有。这又问他有没有拥兵自重，他也说没有。这不就结案了吗？简单粗暴。不，这叫朕的直觉审判法。当年相父说过，看人第一眼最重要。我看岳飞顺眼，他就是无罪。官家，您忘了金兀术的大军了吗？金兀术明言岳飞死，则合约可成。既然要与金国议和，总要让金兀术看到我等诚意吧。说来说去，嘴甜是我妻，又是替蛮夷说话，越看越像我大汉那会儿的皇号，专门和相父对着干，还又是把我往投降路上推。我刚才还想着你必有过人之处。那金兀术是个什么官职啊？回官家，金兀术乃金国兵马大元帅。哦，原来只是个蛮夷的兵马大元帅。朕还以为他是蛮夷的皇帝呢，一个带兵的也配在朕头上指手画脚。朕想问问爱卿，他金兀术只是蛮夷元帅，凭什么命令朕这个大宋皇帝？陛下息怒，这并非兵马大元帅与官家谁大的问题。哦，那在爱卿眼里是个什么问题？金兀术之所以提出此意，是代表金国向我大宋提出要求。若我朝愿与金国和谈，便只能满足此事。金兀术陈兵10万于我边境，若不应其请，大宋万里沃土立现战火。臣请官家以社稷百姓为重，诛杀岳飞，达成和谈。若一时意气用事，臣恐怕……笑话！大宋是什么？一群蛮夷抢了我中原几块地，就敢在朕面前谈实力，逼朕杀自己的中将。1000多年前你们不配，1000多年后你们还不配。爱卿，你也听见了，秦相说金国要朕杀了你，就与我大宋和谈，两国就可以太平。你怎么看？朕该不该杀你，去换这份和平？回官家，若真能以臣一人之死
换得两国久安，臣无需官家下旨，愿自尽于此殿之上。但臣虽才疏学浅，尚记得书中一句话：以地事秦，犹抱薪救火，心不尽则火不灭。以忠臣之命事金国，与抱薪救火何异？若忠臣真被杀尽了，大宋还是大宋吗？哈哈哈哈！这金兀术要真拿忠臣的人头去求和，简直可笑。朕要告诉他，蛮夷之国从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资格在朕面前谈什么实力。只是这话若由朕嘴上说，怕他听不懂。岳飞爱卿，你可愿用我大宋的刀枪剑矢，替朕向金兀术传达朕的意思？陛下之所愿，正是臣之使命所在。愿随陛下北伐，誓死不退。吓我一跳，这乖乖这么多，看来大宋有血性的家伙还不少。就是朕一个都叫不上名字，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官家万万不可呀！哎呀，金兵悍勇，又有金兀术这等不世名将领军，我军绝无胜算。一旦开战，战场必在我大宋境内，就算侥幸得胜，当地民生也要多年难以恢复，还请官家三思啊！官家三思啊！金兵悍勇，让我三思。看岳飞这架势，我大宋的兵已不松。金兀术是不是名将？关二叔、张三叔、子龙叔叔、姜维一个个站出来，他被排哪儿？至于战场在谁家地盘，打仗当然得打到别人家去。朕三思过了，爱卿说的有道理。官家，您真的想通了？看这表情，怎么一个个都当真要投降似的？官家不可呀！虽金国大军压境，我军并非没有一战之力，绝不能答应金国条件。韩卿，此言从何而来？朕何时说过要答应金国条件？满朝诸公在此，韩卿要造谣不成？臣不敢。可官家方才说，秦相说的对。秦爱卿说的没错，现在金国大军压境，一旦开战，战场必在我大宋土地上，就算赢了，民生也要出大问题。所以啊，爱卿，朕想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战场挪到金国的土地上？啊，所以官家不是要和谈，而是在想怎么把战场打到金国去。金国把大军压到我边境上，和把剑架在朕脖子上有什么区别？若朕此时退缩，还配称天子？在韩卿眼里，朕竟是这般软蛋。算了，韩爱卿，你不懂朕，爱卿可有良策教朕？得，这个宰相关键时刻掉链子，指望不上，还是得看朕的姜维。岳爱卿，你有什么办法把战场挪到金国去吗？看这眼神，他也没想过。哎，还是得靠朕亲自开悟啊。岳爱卿，我们进攻怎么样？官家，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！有谁规定过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不能进攻？没关系，谁先进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下一仗在哪儿打，由朕说了算。臣方才一时失态，还请官家责罚。责罚就算了，你先说，如果我们主动发起进攻，有没有可能把战场挪到金国那边去？有，我就知道我的姜维从来不会让我失望。快说说该怎么做？若官家想达成此事，只有一条路可走。什么路？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爱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官家请看，金兀术10万大军，现分布在邓州、蔡州、杭州、颍州4地，必定兵分两路，一路自邓州、杭州出发，先取襄阳，再取鄂州，然后沿晋州、池州威胁京城；另一路自蔡州。他比划来比划去的样子，简直同姜维更熟。臣与金兀术交手多次，他有本事，但也就那点本事。就算他拿下襄阳与泸州，也必定在两地停步。只要他停下来，我们的机会就来了。哦，机会在哪儿？我们可假意决战，将金兀术拖在襄阳、泸州这两处。与此同时，臣愿领一支偏师，由4州出兵，直趋徐州，再自徐州直插汴京。金兀术行事谨慎，只要听说臣抵达徐州，他必然退兵。届时，臣可先去徐州以逸待劳，朝廷大军则可尾随其后。
大胆岳飞，竟敢公然忽悠官家，该当何罪？秦爱卿，此言何意？岳爱卿哪里忽悠朕了？官家，这还用说吗？岳飞说金兀术会兵分两路，万一他不分兵，一路直扑京城，又当如何？若是金兀术不止步，而是继续前进，我大宋官军如何抵挡金兵萧锐齐军？至于他自四州经徐州直去汴京，更是痴人说梦。金兀术谨慎如斯，这等要地必有重兵防守，岳飞岂能穿过？就是这张嘴，让朕的姜维10年心血全毁。现在好不容易看见翻盘的机会，他又跳出来叫，真是听着都想给他一句。爱卿啊，朕若没记错，刚才让你领兵出征，你是怎么和朕说的？回官家，臣……哦，朕想起来了，你亲口说过你不会打仗，对不对？官家记得不差，臣确曾说过此话。爱卿不必但是，朕只是有件小事不太明白，想请你指教。臣惶恐。既然你自己都说不会打仗，那你又是从哪儿看出来岳爱卿的作战计划漏洞百出的？你不会是在忽悠朕吧？官绍兴初年，臣曾奉旨领兵急道，后又任湖北转运判官，算是打过仗。不知臣可否评价岳将军之策？谁啊？回官家，臣莫其谢。哦，原来是莫奇爱卿。你刚才意思是你懂打仗？啊！回官家，臣略懂。那你不行。啊？啥？岳爱卿说他很懂打仗，你自己说只是略懂，弱者哪来的脸点评强者？你不行，下去吧。大宋大臣怎么一个个动不动就吐血啊？官家，靖康元年，金兵合围榆次，主帅战役，臣率数百人力战突围，战敌500。这么厉害！同年5月，金人以10万骑攻太原，臣为对将，进击杀伤甚重，获马1000匹。建炎3年底，明州之战，臣殊死抗击，毙敌数千。1年正月再战明州，延击金军。臣张俊敢问官家，臣可算知兵？爱卿刚才说的可都是真的？回官家，皆有战报可查。哈哈，朕同爱卿开个玩笑。爱卿如此神勇，可愿领兵出征？兵多将广，敢打又会打的，朕全都要。现在就等你这位名将给朕一个痛快话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心里认定早晚要输，自然只想求和。可现在他站出来反驳岳飞，就得想好是嘴上厉害，还是刀枪上见真章。爱卿如此神勇，可愿领兵出征？官家的夸奖，臣愧不敢当，臣愿领军出征。看出来了，这是想把兵权抓到自己人手里，边打仗边拖日子，最后好逼我求和，算盘打得挺响啊。好，既如此，朕意欲让爱卿领军出征，爱卿可敢立军令状？胜封帅，败斩首，如何？官家，臣愿立军令状，若不能战胜金军，不劳官家动手，臣提头来见。好，岳爱卿才是我大宋柱石之臣。来人，把纸笔拿给岳爱卿。姜武，哦不，岳飞，你放心，这要打输了，签字的是赵构，不是刘禅，名字都不对，我总能想办法再救你一回。退朝。岳将军留步，传官家口谕。官家言，朕得岳爱卿如鱼入大海，令爱卿即刻归家沐浴更衣，安抚家小，再来与朕长谈。岳将军，好好安顿家中，军国大事日后再议。好啊你，小岳子，才从诏狱出来就被官家夸成这样，改日再喝。哎呀，是啊，是吗？哎呀，我们快去吧。哎，将军回来了。
岳将军，你回来了！你回来了！很快去打金狗吧！只要官家一声令下，只要我岳某还能提动刀枪，便誓与金贼不共戴天。好，大雪纷飞，诸位父老还来探望岳某，岳某惶恐。天寒路滑，还是快回家吧。各位父老放心，岳某蒙官家信重，得以脱难，不日便要挂帅出征，再战金贼。太好了！岳将军人打回去，我们就不怕金狗打来了。鱼儿，这好儿子，好兄弟。将军，同生共死，同生共死。前几日还要以莫须有处斩，今日我们怎么又被放了？说来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从头给你们说说今日早朝的事。事情是这样的。想到那狗贼被官家怼得说不出话，我就想笑。此等盛世，当扶一大白。如此圣洁，孩儿竟不能亲见，真是此生憾事。亲本家人，奈何为贼啊！日的张俊好好的虎将，偏要做秦桧的走狗，枉我当年还把他和将军相提并论。我能理解他是真刀真枪跟金军打过的，比大多数人都清楚金兵有多强。当年再豪气干云，现在不过是条吓破胆的狗。他陷害我们时可没迟疑。父亲说说，他到底是怎么挑你毛病的？他没有挑，没有，他当然不会好心，是官家根本没给他挑毛病的机会。官家听完他报功，就让他领军出征了。哦，父亲，你怎么不阻止？让他领兵会累死三军的。是啊，元帅，官家糊涂也就罢了，您总该知道张俊是什么人吧？抗议！我以前的事不许再提，谁再拿12道金牌说事，军法从事。末将遵命。官家让他领军出征时，还让他立下了军令状。军令状，这一次倒像是官家要真打到底了。是啊。父亲，您说官家会不会是故意的？什么故意？官家以前从没让人立过军令状，为什么这次偏偏要张俊立？啊，我懂了。官家明知道他没胆子跟金狗死战，却偏让他领军出征，还要他立军令状，就是算准他不敢签。他一不肯签，就没脸再来挑将军的毛病。大致便是如此。总觉得今天的官家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以前可没这么会算计，可今天的官家看着就跟假的一样。是啊，以前他对秦桧言听计从，如今却处处压着秦桧打。今天的官家很陌生，但若官家今后都如今日一般，就算战死沙场，我等战死沙场亦无憾。他们不知道我怎么突然起回应的，我也懒得解释。反正只要他们愿意为这样的官家去死，那朕就必须配得上这条命。这岳飞什么情况？让他回去换身衣服，朕都不想给他时间。他倒好，磨磨蹭蹭。本想派人再催一催，可当皇帝要有点体面，只好边等边吃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大宋的点心也太好吃了吧，跟我大汉那些粗饼子一比，简直像是两种物种。启奏陛下，岳飞将军求见。快传！臣岳飞拜见官家。爱卿，快平身。朕刚温好的酒，爱卿快来陪朕吃一杯。前世朕有相父，这一世有岳飞，这样对坐饮酒的宴才叫皇帝好当。接下来就该好好谈一谈，怎么把这仗打到蛮夷家门口去了。爱卿快坐，与朕同饮一杯。官家，此事于理不合，
臣站着回话便好。又来这个，请你喝，不是让你篡位。爱卿多虑了。想当年曹操与刘皇叔青梅煮酒，论天下英雄。臣对大宋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，还请官家明鉴。岳飞，你的脑回路好奇怪啊！我说喝酒，你想到谋反上去了？爱卿啊，在诏狱里，他们打你头了吗？回官家，没有。那你怎么说跪就跪啊？朕什么时候怀疑过你的忠心？朕只是想效仿青梅煮酒的佳话，改成雪夜煮酒而已。你在乱想什么？爱卿快来！朕今日才发现，宫里还有这等好酒。来，与朕一起尝尝。官家，这真的与理不合呀！什么与理不合？这叫君臣同乐。真有爱卿，大宋才有这大好河山。来，满饮此杯。好酒，酒是好酒，人也不错，就是脑子里多绕了3圈。今日你我君臣同饮，自当畅所欲言。昔日曹操与刘皇叔青梅煮酒论英雄，今日爱卿也替朕点评一下满朝诸公，如何？让一个平平无奇的盖世猛将，居然力破天关的，当然头大。官家，朝中诸公皆忠于官家，忠于大宋，但个人认知不同，看事之法也不同。哦，有何不同？说来听听。自靖康国变以来，我大宋半壁江山沦于金贼之手，若非官家力挽狂澜，今日时局如何，臣不敢设想。臣也明白，官家自继位以来，诸事未稳，百姓疲弊，需要休养生息，故朝中大臣主张与金人和谈，并非全无道理。只是金人贪得无厌，得陇望蜀，对我大宋这半壁江山始终虎视眈眈。若一味求和，只会助长其气焰，使我大宋永无宁日。那依爱卿之见，应当如何？这些年，臣与金贼交战无数，自知极强，但我大宋有能臣良将，有数十万精兵，只要官家坚定决心与金人一战，非不能胜。若官家全力支持，直捣黄龙，臣以为也并非不可能。就算将来不得不和谈，也当先打一仗，打出我大宋的威风，让金人见识我朝实力。如此，他们才有真心议和，两国方可得实在之和平。故不论官家欲和还是欲战，都当先战而后谈。好，爱卿此言甚得朕心。朕现在便明说，和谈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从今日起，爱卿不用再费心试探朕，只需想一件事：怎么打，打哪里。听懂了吗？臣遵旨。那便从现在开始，爱卿同朕说说，这一次你准备怎么打？官家，所谓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，朝堂之策也并非全不可用。哦，说详细些。臣以为官家仍可如朝上所说，派2员大将镇守襄阳与泸州，摆出与金兀术与此2地决战之势。臣则如原定一般，由4州出兵。然后呢？臣抵4州后，可率一支偏师，按朝会上所言，奔袭徐州；而臣本人则亲率主力直取颍州，待2路兵锋齐出之时。好嘛，原本的一条路被他硬生生拆成了明暗2道。看样子这一仗是打算真正下狠手。至于待2路兵锋齐出之时会怎样，朕倒很期待。妙！朕就知道，爱卿必不会叫朕失望。这一仗就依你所言行事。谢陛下，臣必不负官家所托。只是这襄阳、泸州，你认为该由谁镇守才万无一失？朝中能臣良将无数，如何调度应由官家做主，岂敢智慧？此言差矣。这次出征以你为主，将领自然该由你来定，不必推辞。其实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谁是谁。爱卿，爱卿，臣御前失仪，还请官家恕罪。官家，臣以为太保刘光世可镇泸州。行，那就刘光世守泸州，朕一会儿就下去。爱卿是哪儿不舒服？回官家，臣腿有些麻。麻了就换个姿势坐呗。那襄阳呢？韩枢密坐镇，可保襄阳无虞。韩世忠？回官家，正是韩枢密骁勇善战，镇守襄阳万无一失。好，那就韩世忠守襄阳。来人，拟旨：一方射刘光世，一方射韩世忠，按岳元帅军令行事。
爱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臣岳飞此生必不负大宋，不负官家。好了好了，男人别搞这么煽情。爱卿平日可有习文？近年疏于诗书，只是早些年有几篇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拙作。哦，那就让朕开开眼界，快吟一首来听。微臣献丑了。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。好一个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这一腔火气烧得朕浑身发烫。来，爱卿，为你这首词，为我们这一仗，也为大宋的将来。谢官家，干！彭举怎么还不出来？三位大人何时到的？快随我入内取暖。老夫早说，岳飞还是那个岳飞。愿赌服输啊，谁也不许耍赖啊！我等也是刚到不久，特来听候大将军调遣。两位大人真是羞煞于飞了。快请进。老夫到现在还不敢相信，今日朝堂上一切都是真的，恍若梦中。可不是，官家当殿挤兑秦桧那狗贼，想想就解气。行了，就欺负我没去上朝，没亲眼看到。不瞒三位，飞到现在也和两位大人一样，如在梦中，至今不知官家为何突然转变。你也觉得官家像是换了个人？不会吧？你们也这么想？官家今日的表现确实像是换了一个人。会不会真的换了个人？不可能，官家今日言行我们亲眼所见，如何作假？彭举，此番若非你进言，我二人焉能再掌兵权？愿以死相报。两位老大人折煞飞了，真正肯下决心的是官家。早知这样，老夫也去诏狱里走一遭了。若真有这效果，老夫也去诏狱排个队。三位大人莫要取笑，还是商量一下这仗怎么打要紧。也好，正事当先。我觉得呀，应该从这边出发。这儿这样没问题。太好了，这下出师表里可有得写了。出师表？官家让你写这个？官家让妃在出征前呈上一份出师表，只是有诸葛丞相出狱在前，妃实在惶恐。出师表？诸葛丞相那篇，官家竟要你？妃打算把咱们商议的详细军略全写进去。为死征战！陈岳飞参见官家。爱卿平身。官家，这是臣写的出师表，请官家过目。上次那篇加标题才600多字，岳飞这篇糊成这样，朕这一辈子都不用愁了。官家竟然看了1个多时辰。爱卿啊，你这出师表少了最要紧的东西啊。诸葛丞相的出师表，把该服谁、借谁写得明明白白，你只说打仗朕用谁守家呀？连个朕以后用谁都不行，你是打算连朕也派上去前线吗？官家是要臣责人？朕不看第二遍，明日直接递上便是。臣遵旨。老爷，岳将军求见。哦，彭举一大早来了，快请。多谢韩大人，此次前来是为出师表一事，向三位大人请教。官家怎么说？妃刚面圣出来，官家看了妃的出师表，说少了一样东西，人。官家竟连朝中用人都让你自觉，真是羡煞旁人。韩大人别取笑妃了，我这不一出宫就直奔您这儿来了，还得请三位大人帮着参详。好说好说，来人，快去请张大人、刘大人。彭举，
官家真把朝中用人之事交由你自决？快说说具体情况。官家驾到！参见官家。官家，臣有本奏。快，呈上来。臣所奏乃北伐调兵之策，涉及诸军将领调度，请官家圣裁。这哪是本奏，分明是点将花名册。他这是想把能打的全带走。第一版出师表，他写成打金兀术，好说歹说，朕叫他多写人，结果这一版满篇都是名字，就是没朕要留下的那几个。官家，岳飞所奏不合规矩，朝廷调兵当由枢密院合议，岂能由岳飞一人而定？朕若没记错，岳爱卿现在是枢密副使。是，但臣忝为枢密使，却不知此事，此乃岳飞一人擅专。韩青，臣在。你也是枢密使，岳爱卿既向你汇报，为何不通报张钦，破坏同僚和气，罚俸500贯？我的俸禄啊！他被给岳飞挡一下，值了。臣知错，以后定不再犯。张钦，此事因韩青未通报，朕已罚过，就此结过，可好？臣遵旨。官家，臣有本奏，臣弹劾岳飞，任人唯亲，结党营私。任人唯亲，结党营私？岳爱卿何时任人唯亲了？岳云乃其亲子，张宪、杨再兴等皆岳家军嫡系，此非任人唯亲，结党营私乎？岳爱卿，岳云是你儿子，张宪、杨再兴与你私交甚好。回官家，正是犬子张宪、杨再兴等人多随军出征，私交确实甚好。官家，自古任人唯亲皆为大罪。胡说！大汉关兴、张苞皆随父从军，世人称将门虎子，何来罪免？朕问你，朕为何任用你为宰相？臣自知才拙，官家见臣忠心，可为官家分忧。错，你文不如曹子建，字不如蔡邕，朕任你只因第一眼觉得亲近，这算不算任人唯亲？那朕要不要先罢个相？朕同秦爱卿开个玩笑，你们紧张什么？秦爱卿是大宋公主，朕怎会轻易罢相？臣自然知官家是在戏谑。如今明白了吧？任人唯亲本就不是罪。臣言之不详，任人唯亲极易滑向结党营私，此事不可不查。那依你之言，朕与秦爱卿是不是也算结党？臣万万不敢。罢了，战后再议。若真结党，朕自不会轻饶。岳爱卿所奏，朕俱准。此次北伐，以岳飞为大元帅，各路将领皆受其节制。臣等遵旨。官家，臣以为不妥。征战关乎社稷，岂可由臣一人擅决？臣岂敢先斩后奏？你在前面打仗，还让朕替你断案，你这是打仗还是偷懒？臣绝无此意。好了，此事不必再议，就这么定了。各部诸将以岳大元帅点兵之策，即刻整军备战。10日之后，朕亲自为诸军践行。臣等遵旨。臣岳飞必不负官家，不负大宋。拿着吧，多吃点，到了前线好好杀金狗啊！百姓不懂朝纲，只认一个理，只要岳飞在，他们就还有回家那一天。蛮夷夺我山河，还逼朕杀忠良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此去要让他们知道大宋不好欺。臣等遵旨。张军，粮草军械全交你，若有一丝短缺，朕唯你是问。臣遵旨。送军千里，就到此处。望诸亲早日凯旋，朕在于此替你们庆祝。臣等敢不为官家效死？全军听令，出征！这口气，简直像副一模一样。我都说了，军务便宜行事，2天休整还要请示。
来人，这块巴掌大的金牌，正面刻奉旨出征，万事自决；背面刻以后不要再拿小事来烦朕。官家，此例不合规矩。朕就是规矩。谁家鼓敲得有命？官家，不好了，外头有300太学生在敲灯文鼓。太学生家登文鼓，那不是翻车的预告吗？他们为的哪桩大事？说是为您赐给岳元帅的那块金牌。诸位都是朕的门生，既敢敲登文鼓，就请告诉朕，你们眼里的天大之事究竟是什么？你最小的那个，出来跟朕说说，今日为何敲登文鼓？学生陆游，拜见官家。陆游，这名字朕很喜欢。平身吧，说说你们今日敲鼓为了什么？回官家，学生等弹劾官家败坏纲纪。你说弹劾谁？弹劾朕败坏纲纪？是。朕何时败坏纲纪了？官家今日赐岳元帅一块金牌，可有此事？难道朕赐臣子金牌也算败坏纲纪？赐牌本无不可，只是那牌上正面刻奉旨出征，万事自决；背面刻以后不要再拿小事来烦朕，可是如此？对，有问题。第一，我大宋令牌文字自有旧制，官家此牌不合规制。那朕问你，旧制只规定能刻什么字，可有写明不能刻什么字？并无。没说不能刻，朕刻了，哪里犯规？来呀，辩论呢！白马非马这一套，朕当年在洛阳听人吵了一整天都不嫌长。官家说的有理，是学生错会了圣意，还请官家恕罪。这小子认错倒挺干脆，脸上半点羞愧都没有，眼底反而亮了一下。糟糕，这说这是换刀。你既是朕的门生，直言敢谏本该如此，何罪之有？谢官家，只是学生还有第二个问题。说。本朝祖制，行军调兵当由叔府、三衙、三省互相监督、互相制约。今官家赐岳元帅万事自决之牌，从此几十万官军进退赏罚皆由一人决断，不受诸司掣肘。若他一日心思有变，举军投敌，也可凭此牌自辩，皆是奉旨自决。此等权力怎能授予一人？官家一块金牌，并设计悬于将门一姓之手，这算不算败坏纲纪？那依你之见，岳爱卿会不会带着朕的几十万大军投敌？学生以为岳元帅绝不会投敌。好家伙，嘴上把我骂得体无完肤，关键时候却给岳飞下了绝不会3个字。小子，你到底是哪一头的？官家，不止学生相信，天下百姓都信岳元帅绝不背叛大宋。既如此，你们敲鼓作声，因为信任不能代替监督。这小子一句一句往深里挖，我一时竟听得云里雾里。金牌在手，军中再无人能节制岳元帅。若有人挟此牌作乱，或逼岳元帅奉旨起事，又当如何？今日赐他，明日他将出征，官家是不是也要赐？赐了怕辜负信任，不赐又恐被疑不信任。如此一来，此牌对岳元帅、对官家、对大宋皆是祸。学生请官家立刻收回金牌。陆游所言实乃谋国之言。若因一牌使诸将与官家离心，社稷危矣，请官家三思。请官家三思。我看着最前头的陆游，心里打苦。他敬岳飞是真，他掀起的这场风浪也是真。依你之言，朕赐岳爱卿金牌，今后别的将领出征也得照样赐一块，不然就是不信任。官家，学生并无此意。你说的对，朕就是不信任。哎呀，
朕为何赐岳爱卿金牌，不赐你们？你们就没从自己身上找过原因吗？大宋半壁江山失陷，中原被蛮夷占了10几年，你们不想着怎么收复，只会琢磨朕信不信你们。想要朕的金牌，很简单，岳爱卿就是标准，能做到像他一样，朕为什么不能赐给你们？金牌朕多的是，凭本事来拿。秦香，微臣在。朕这一嗓子，他吓得肩膀都抖了一下。你想要金牌吗？回官家，正是堂职责是会天下之事报与圣听，臣无代天行事之能，也无此愿，还请官家明鉴。太极打得挺啊，一句话把坑绕开了。万爱卿，你呢？想要金牌吗？回官家，臣忝为监察御史，自当封文奏事，秉公纠察，岂可自决？还请官家明鉴。这俩一个比一个滑，谁都不敢见朕这块烫手的金牌。楼瑶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我听得出他是真敬岳飞的，却是一肚子书生心思，总想替偶像多想2步，结果把局势搅得更乱。回官家，学生一时不知在言何事。管你朕怎么变，今天敢让岳飞做文章，就别想全身而退。你在太学的功课如何？回官家，学生今年才刚刚入学。刚入学，口才倒不差，只是纸上谈兵容易，书房里想出来的道理，未必经得起风吹刀砍。朕有意任你为观察使，随军前往前线，好好看看我大宋将士如何与敌作战，也亲眼看看岳爱卿为何值得朕如此信任。你敢吗？陆瑶，朕任你为观察使，随军前往前线，专司观察，不得干预军务。你敢吗？这也是把他当自己人了，那就更要把他丢去岳飞那边。学生遵旨。你只有看和记的权利，没有插手军务的权利，听明白了吗？学生醒得。好，明日就出发。学生拜见宰相大人。年轻人有勇有谋，很好。既然官家委你为观察使，就好好替官家办差。无论官家还是老夫，都不会亏待你。宰相大人提点之恩，学生没齿难忘。呸！什么玩意儿？他往4周方向稳步推进，每一步都是在替我把失去的河山报，将军，宫中信使到了。快请。怎么了？将军，那信使带了金牌。全军停，准备迎接信使。父亲。都别说了，听令行事。元帅，军中可是出了什么变故？劳信使关心，军中一切安好。既然无事，元帅为何……可是官家让岳飞此刻撤军。啊！官家何时说过要让岳元帅撤军啊？信使何必戏弄岳某？既带金牌来，不是撤军又是什么？啊！官家何曾让您撤军啊？正面奉旨出征，万事自决；背面以后不要再拿小事来烦朕。
让您剑牌如见阵，以后一难自行决断。岳元帅是要抗旨吗？臣岳飞接旨，请官家放心，此去必不负所托。父亲，孩儿到现在仍似在梦里。奉旨出征，万事自决，这8个字真是痛快。末将更爱背面那句，以后不要再拿小事来烦朕。官家这气魄了不得，哈哈哈。官家志向如此之远，岳某岂敢辜负？好，金牌收下了，4周该怎么打？将军，末将以为这仗可以慢慢打。说细些。4周守军不过5000，守将兀骨力一向无能，10日即可攻下。但此番3路出兵，真正主战场在韩将军、刘将军那里，咱们攻4周重在牵制，不如将军亲率5000兵围城，以明望逼兀骨力向金乌竹求援，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至于末将等人绕过4周，直指汴京，如何？将军，末将以为这4周城可以慢慢打，您率兵围城牵制兀骨力，我们兄弟绕城北上，伺机直指汴京。好，这是想让本将军替你们打掩护。父亲误会了，咱们威望不够，兀骨力见您帅气才会求援，我们趁机深入，效果最好。不行，将军，为何？诛仙阵一战大破金兀竹，那是天时地利人和，不是他太弱。他敢陈兵10万在边境，会没后手。你们各自3、5千兵马，深插敌后，一旦有变就是全军覆没。本将军不能让你们这样赌命。合兵一处，速取4周，在星夜奔颍州，打乱他全盘部署，这才是正道。父亲，我们提议分兵，并非好勇斗狠，是仔细推演过的。说说看。自靖康以来，金军部在我旧址20余万，诛仙阵一战，他们折损3万多精兵，如今境内老兵不过18万。我们这1年未见他从本土大举调兵，心目之卒只能当辅兵。此番却在边境成10万大军，要么边境是真空，要么10万接近。而且金兀竹有个致命缺点，怕死。出现阵内时，他明明尚有一战之力，却准备弃开封逃命，只是后来被那秀才离间计救了他一命。他既亲赴前线，手里没10万老兵，怎么睡得着？所以孩儿斗胆判断，这10万必是精锐。边境兵力压空，后方州县守军减弱，正是我们多收复故土的机会。若只死咬4周一城，反而浪费了官家给的时机。你们也是这般看法？是，将军，这是我们和邵将军合计多日的结果。你们推演也有理，但本将军面圣时已奏明先取4州，再奔颍州。如今骤然分兵，他日若问起，岂不成了本将军欺君？父亲，官家不是才赐您金牌，说出征之事由您自决，还说这种小事别去烦他吗？父亲，只要您准我们分兵，我们立军令状。末将也愿立军令状。愿立军令状。军无戏言，欠了完不成任务，要军法从事的。末将愿立军令状。末将愿立军令状。好，本将军就成全你们。我自率5000兵围4州，你们各领本部兵马，便宜行事。记住，本将军不问你们破城与否，只要把金军后方搅得越乱越好。不得与强敌硬拼，以机动为主，护好自己和兄弟。若有人让本部将士全军覆没，就算你活着回来，本将军也必斩之。末将遵命。带上你们的人，滚！立不下功劳就别回来见我。末将遵命。
全军止步，列阵。军报送到京里时，我一眼就看见那横字：岳飞自率5000兵，指令4周城下叫阵。我心里明白，他这是在替那几个人挡刀。报，大将军，岳飞打来了。胡说！岳飞不是该被宋国皇帝砍头了吗？回大将军，城外大军旗号分明，那岳子期和军容，末将绝不会认错，还亲耳听到他在城下叫阵。提辖，本将军亲自去看看。若不是岳飞，斩你狗头！参见大将军。叫阵的正是宋国岳飞。哎呀！吾乃岳飞，尔等还不速速出城投降！吾乃岳飞，尔等还不速速出城投降！将军，你没事吧？快去请西方如来！不对，快去向大元帅求援！将军，我等连岳飞有多少兵都未摸清，怎向大元帅回禀？废话，不会看吗？外面遮天蔽日，少说5万人马。属下只看见3000。4周不过5000守军，对上5万岳家军，守不住就是你误报之罪，还不快去！末将遵命。事情都办妥了。回将军，一切如您所料。兀谷力接连派出15批信使向金兀术求援，末将按吩咐截下13批，只放走了2批。那家伙外强中干，听我一嗓子就腿软，怎会不去求援？将军，那我们是不是就围而不攻，尽量拖住他们？咱们只有5000兵，一攻城迟早会露馅。诸相，你跟着我5年了，来猜猜云儿他们第一站会去哪里？若末将不误判，少将军他们多半会去栗树坡设伏。这地方好，是必经之路，便于藏兵，但他们现在肯定不在这儿。将军，兀谷力是草包，金兀术却不是，他不会一开始就动颍州一线，会先从海州、徐州调兵。云儿他们一定分成4队，2队截他援军，2队后击偷城。原来如此。不，只是明白一半。我们是在围点打援，他也能围魏救赵。要破我军，需要加紧攻襄阳、泸州，逼我们回援。所以一开始可以围而不攻，等徐州、海州兵力真正动起来，我们就要一鼓破4州，摆出直扑颍州之势，逼他从颍州抽兵。这时候，你刚才挑的栗树坡才能真正用上。末将这回彻底明白了，明日起全力督造攻城器械。好，去忙吧。金兀术若先调徐州、海州兵，咱们就分4路，一劫远，一偷城，如何？与其死啃一城，不如把他后路搅成一锅粥。哼，那咱们这叫替老爷子散散金兀术的心火。军报送到京里时，我才知道，这群家伙和岳飞想到一块儿去了，连伏击点都一模一样。莫去到这个地步，说不怕都假。等等，我这边突然又冒出一个新主意，哥儿几个要不要听听？按咱们推算，4州求援的军令跑到金兀术那儿，再调兵到徐州、海州，快也得1个月。嘿，难不成这1个月，咱们就在山沟里喝西北风，粮草都得长腿啊？有屁快放，别憋坏。哥几个，这叫救粮于敌。先说好，不能祸害百姓，这一片早晚是要收回来的。我像那种人吗？我说的是这儿。万安镇，你疯了？那可是禁军大粮仓啊！疯倒不至于，上回探过，那边号称2万守军，真能打得不过4000，粮食反倒多得吓人，咱根本带不走，光烧光就算赚大了。
难的是稍晚怎么退。谁说要退？哼，不退，那你想要去哪儿？汴京啊！3万人打汴京！3万人怎么了？咱拿下万安镇，立马把岳家军旗号全打出来，摆出一副直捣汴京的架势。去年7万岳家军打残他10万，这回就算只有3万，只要旗号在，他敢赌这是不是主力？等他们被吓得屁滚尿流，把兵全往汴京州围缩，咱再一转弯，溜去徐州、海州照旧埋伏，多省事啊！妙，吓唬人这一块，咱岳家军最拿手。这么大动作，要不要先禀报大将军，让他那边有准备？哎呦哥呀，来回一趟7、8天，等信回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可要是咱回撤不及时，徐州、海州援军没截住，大将军那边压力就大了。这样，咱们这边照计划侦查，只要确定万安镇粮没转走，就动手。同时派轻骑去报信，让副帅知道咱们在干嘛，他自会应对。你们怕啥？知道小爷信啥不？就算真出点岔子，他还能震撼我？再说了，官家给副帅的金牌上怎么写的？奉旨出征，万事自决。咱们是奉旨出征，对吧？那万事自决，合情合理，只要打出战果，绝对没人追究。行了，跟着你这张破嘴走一回。那就依计行事。先去把万安镇那口大锅饭吃了再说。还行啊，哼，一路上连个盘查都没有。别立旗子就好，真把月子旗亮出来，那才麻烦大了。前面那个，别快点走！你这奴才，磨蹭什么？再慢点，信不信抽死你！老婆，咱现在按你说的路走，对不对？对，小将军，再转2条巷子就进粮仓一带了。进城的金狗多半先往万花楼钻，喝酒找女人，粮草第2天才交接。海州押粮，快放行！耽误了军粮，担得起吗？放行。不，还以为城门口就得干一仗。多亏外头那些乡亲给力，把运粮队一网打尽，不然哪来这身行头？你过来！你刚刚在那偷偷摸摸干什么呢？啊！老婆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走？照老规矩，那些金狗先去万花楼享乐，喝足了才来管粮。就算你们拖上3、4天，只要旗号不露，也没人怀疑。要是半夜去交接，最多就是吵几句打几架，旁人也懒得管。打架？那感情好啊！动静不大，谁都当你们又在抢花酒。老伯，你带人把车停到平时歇脚的地方，然后带乡亲们躲远点，这里太危险了。小将军，去年岳元帅从朱仙镇撤军，我们心都凉透了。1年简直不是人过的，好不容易盼到王师，你叫我们现在躲起来，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。你这老东西，耳朵聋了？再慢点，我打死你！老伯，你们已经帮了大忙，能全身而退才是好事。杀敌是我们干的，你们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万安镇水陆交错，外人一来就容易迷路。老朽最熟，求小将军就让老朽给你们带路。再说，老朽还知道一条城外的小水道，将来你们要撤，也许就靠它了。云哥，好，
那就听老伯的。你先按平日规矩，把队伍安顿好，暗中通知乡亲，能走的先走，敢拼的留下。是。今晚子时，咱们就一起给这些金狗送一份大礼。嗨，那就让他们记住什么叫王师道、鬼神经。哎，大半夜嚷嚷什么？入夜不能入库，这是规矩，明日再来。狗屁规矩！爷新灭押1万担军粮来，不让入库，是要劫爷的粮，还是想要好处？告诉你，敢打爷主意的人还没生出来，识相的立刻开仓，否则一枪炸你个透心凉！劫粮，来人，把他们都拿下！人差不多齐，那就开席。这么多，真缺少了。不烧也带不走，留给金狗更心疼。行，你去放信号，我来点这把火。这一把算是先去年诛仙阵的仗。谁在寻死？大人不好了，岳家军打进万安镇了！你说谁？回大人，是岳家军，他们正烧粮库。莫不错将军一去应敌，可有3座粮仓没烧毁。不是说岳飞被宋皇砍了头？属下也不知，只知道旗号是岳家军。走，敢来我万安镇撒野，就算真是岳家军，本官也要他们有来无回。大人一定要小心，奴家在这儿等您回来。放心，等本官忙完再回来。终于有机会了。你这贱婢，竟敢杀了大人！老娘杀他，你不是都看见了吗？老娘等的就是这一天。金狗欺人，老娘就让他血债血偿！粮仓已失11座，再不杀头岳家军，大元帅怪罪下来，谁都活不了。传令，集合全军，准备再战。转运使大人到了没有？回将军上尉，去万花楼催的兄弟也还没回。数字不足与谋，众人奸诈，侵入万安镇伤我粮草。兄弟们，只有死战，才有将功赎罪的机会。随本将军出。临阵退缩者，军法处置。你们都不怕大元帅砍你们的头？将军，阵中至少1万岳家军，我等不过5000残兵而已。任冲与送死可以，粮仓既保不住，不如立刻突围，往四方求援，围剿他们。岳家军又如何？我金军将士一向以一当十，足够杀他个片甲不留。若今日不战而退，就算赢了，大将军也不会饶你们。将军教训的是，末将一时糊涂，还望恕罪。只要将军不弃，末将愿为您牵马直凳，冲锋在前。哈哈哈哈哈！都是自家兄弟，何必？岳家军都在烧粮，没注意咱们。随我往反方向城门突围。先往哪儿？
秘弩，宋军神秘弩！隐蔽，快隐蔽！该是列阵硬拼的时候了，兄弟们，列阵！你们怎么都跑城里来了？不是在外面埋伏吗？埋什么伏？一批精兵刚出城，全被神秘弩射趴下了，我还没出力呢，这就完了。那万安镇就这么到咱手里了？不然呢？快救火！现在这镇是咱的，这仓里的粮也是咱的，再烧就烧自己的了。别做梦了，几座都救不回去，能带走的只剩这最后一仓。至少这5万担得保住，带不走的也要分给附近百姓。老徐、老严，这些粮1粒米都不能少，少1粒，提头来见。诸位保重。各位，比一比谁闹出的动静大，输的清净坊连请1个月。先活着回去再吹牛吧。走。你说万安镇火光冲天？回大人，远远望去，整片天都是红的。快报上官，再通知庞县增援，传令，7、8千人马随本将救援万安镇。太安静了，一只鸟都没有，这里若无埋伏，才叫怪事。将军，那绕路平安镇，绕路多走1日，万安镇还救不救？弟弟在那儿，100万担军粮也在那儿。传令，每100人为一队上山，若谷分路侦查，每隔半个时辰一批，给我查清楚对方埋伏多少人。遵命。我埋伏多少人？回将军，对方并无埋伏。没有埋伏，你们变成这样，100人回了78个，还个个带伤，伤是自己摔的。山里遍布假人陷阱，弟兄们稍不留神就……废物！藏去陷阱，让你们折损20多人，我还拿什么信你们？将军消气，宋人一向狡诈，既然确认无兵埋伏，不如尽快行军，再拖万安镇真的守不住了。这次饶你一命，再敢丢人，军法伺候。全军听令，通过念子沟，目标万安镇。将军，再派斥候探一下2侧山坡。刚从念子沟出来，你还想看那群废物出丑？这点坡地能藏多少命？马上就到万安镇了，别浪费时间，全军加速通过。有埋伏！后军变前军，全军撤出栗树坡，快撤！快撤呀！少了6、700，前军生死未卜。不能再退，再退就被他们一路撕着咬碎了。后阵列队，中军整队，与我稳住！我乃岳家军杨在兴在此，尔等还不速速下马投降！杨在兴，那不是岳飞麾下10大猛将？不可能！你不是和岳飞一起下狱，等着被你们皇帝砍头吗？我家关家用一点小小的苦肉计，你们就被耍得团团转。这点脑子也配做大元帅的兵？要我是金兀术，早就自己去撞死在猪圈里了。对，赶紧撞死在猪圈里！中军上前，拐子马听令，左右2翼出击。齐军分左右，2翼迎敌，连弩准备。
收工，换长枪，冲锋！叶家军，随我冲！两翼齐军上前100步，护住步军，步军后撤。再拖下去，兄弟们要被硬压碎了！将军，是云少将军。好小子，总算回来了！杨哥莫慌，我来给你收拾这坨铁疙瘩。把我的肋骨汪金锤拿来！嘿，杨哥，看好了，哥只示范一次，早让你练大锤你不听。少贫嘴，铁浮屠交给你，别把自己也砸扁了就行。叶家军在此，金狗铁壳子，给我开！别看了，人家跑得比你锤子还快。将军，战马总数1300多匹，都是好马。哈哈，这一仗算是金狗给咱岳家军送马来了。12路信使全跑出去了，援军少不了，不如趁夜先撤。不能撤，明儿一早还得继续咬着他。铁浮屠是没了，可他步军损失不大，拐子马也还能再打一仗，再加上4面援军，你就不怕被包饺子？一个县城竟能配500铁浮屠，4千拐子马，咱要不死死咬住他，别处兄弟撤起来才危险。那也跟你先退，我留下断后。想让小爷当逃兵，我们岳家军什么时候有丢下兄弟先跑的？再说，要没有我，你那杨家枪拿什么捅铁疙瘩？岳云，行了行了，杨哥你守上半夜，我先睡一会儿，明天还得好好打呢。弟媳放箭！早说了，这门不经打。全军后撤10里扎营。上弓了，上弓了！一人一只，死咬着不放。他真敢往里钻啊！那就成全了。张大哥那边该忙活起来了。埋伏！隐蔽！快隐蔽！几板球得不了一封信，就把这头打于我沟里。廉颇老矣，后生可畏啊！
跑什么？都给我往前挤！想活命，先把前面那位扛锤的解决了再说。来，一个个别挤，排好队，别耽误本少将军刷怪。想跑的随便，本将军知道还敢瞪眼的。马没了，亲兵没了，刚叫来的4万5大军也没影了。抓别人只吊我，他们知道我是主将，杀也不杀，抓也不抓，剩下是我再去搬救兵。哎呀，与其被你们玩死，不如拼个痛快！将军说了，不杀你，让你继续写信。大元帅，属下所见种种皆在信中。哼，想拿我刷怪，真刷到您头上，可别怪我。成了，刷到大 boss 了。说好听点儿叫引蛇出洞。走吧，这条蛇暂时榨干了，换个地方接着咬。我们在这辛辛苦苦围城，给你们造势，你们倒好，援军还没出发，就全给打崩了。将军，鱼龙山一线捷报连连，确实振奋军心。振奋是振奋，就是把我围点打援的点打没了。现在谁还理一个小小四周？这帮兔崽子是真把人当怪刷。既然四周已失围点之用，便请官家准我拔掉此城，另择要害再布棋局。自从岳飞出征之后，朝里我就剩一个秦桧熟人，结果这货顶天也就是个黄浩，会哄我开心，不会替我分忧，让你给朕推荐人，你偏跟岳飞过不去。你跟岳飞过不去，不就是跟相父过不去？吏部送来的档案我翻了个遍，简历写的一个比一个好，照纸面看，大宋简直人才爆炸。可问题来了，既然个个都是千里马，这半壁江山是怎么丢的？一个个嘴上忠肝义胆，脑子里谁在骗我，我真看不出来，越看越气。越气越想起岳飞，好你个岳飞！出征前要是肯给朕写份出师表，还用得着我自己在这瞎抓人？行了，谁吵您算谁？退朝！禀官家，岳飞岳将军来信。爱卿来信，快拿了！这混小子出门这么久，才想起给我写信，我都快感动哭了。要是信里肯给我推荐上3、5个能用的人。前半节写的头头是道，四周围点怎么失效？下一步怎么转变？换别人我还挺欣慰，可从头到尾连出师表3个字都没提，更别说见人了。好你个岳飞，真是气杀朕也！刘通伯，奴婢在。上回朕让你送金牌去岳飞军中，你送到了没有？回官家，送到了。那朕的口谕呢？你一句不差都传到了。岳家军将士都可以给奴婢作证，奴婢岂敢欺君？好，很好，你再走一趟。官家要奴婢做什么？替朕好好申斥他。岳飞啊岳飞，你要真想学相父，那就别只学打仗这一门。下一封信要是再不给我把朝堂这滩烂泥理一理，那朕可就真得好好收拾你了。本县3路都压着金兀术打，这节骨眼岳将军要是翻船，一切都完了。先别乱劝，摸清缘由再说。哪位神仙开眼，终于让官家看清岳飞了？这机会可不能错过。官家圣明。朕刚才说什么了就圣明吗？朕现在很气，好不好？把他给朕插出去！那
都聋了吗？朕让你们把他插出去！官家冤枉了，臣是真心在您上。官家，不知岳飞何事，竟惹您如此动怒？瞧瞧，这才合格，说话不疼不痒，倒是挺让人顺耳。岳飞他想改变战前的部署。好大的胆子！大宋打仗最讲究将统中出，所有军令从朝廷中间发出去。朝廷虽看不见怎么打仗，但前线的人只管照做，别多想。你岳飞倒好，仗打顺溜了就要自己改部署。年轻人啊，不知道这一步迈错，那叫谋逆。官家应断，军国大计自当溢出于朝。若人人效尤，岂不军令如麻？他嘴上替朕撑腰，心里只怕早在盘算。坐看你岳飞起高楼宴宾客，再坐看你由他把自己也一起插进去。官家，岳飞目无尊上，确该严惩。爱卿说的对，朕都赐了他金牌，又亲口说军中之事全部自决。小小战略，他居然还写信来问朕，这不是没把朕的话放在心里吗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你不能忍的，居然是他太听话。这是小事儿，这他妈是中出之大计呀！再这么过下去，连老祖宗那件黄袍是怎么来的忘了，你就不怕他哪天觉得天凉了吗？爱卿，你怎么了？脸怎么成这样？朕被岳飞气成这样，他居然跟着一起委屈，我心里还挺感动。爱卿别难过，朕懂你。朕这次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岳飞。啊，官家打算如何不放过？朕决定再赐他一块金牌，上面就刻“军中之事自己做主，不要再来反朕”加1。加1就是第二次警告他。朕是大宋皇帝，打仗这种小事都是他这个该操心的，朕绝不会替他这个大元帅拿主意。小事儿，大宋皇帝眼里打仗是小事儿，谁来救救我这个老臣呢？他要是再敢用这些破事烦朕，朕绝不会轻饶。爱卿觉得朕这个办法如何？哎呦，快传羽翼！因为朕受岳飞的气，把自己都气晕了。刘通伯，奴婢在，即刻前往前线，好好申诉岳飞，就说朕日理万机，他再拿这种小事来烦朕，朕绝不轻饶。是，奴婢遵旨。末将不服，我家将军何罪？我们只是想报效君王，收复故土，何罪之有？难道为国尽忠也有罪吗？住口！想抗命不成？岳飞，朕来告诉你，你藐视君上。上次赐你金牌，你反倒写信来问朕。敢问信使，官家是怪岳飞不该上奏。我大宋自古将从中出，岂敢自专？哼，你是前线大元帅，让朕替你拿主意。岳飞，你就是这样当大元帅的？臣有负官家厚恩，臣有罪。哼，你确有其罪。朕再赐一块金牌，以后打仗的事你自己做主，不要再来烦朕。臣岳飞领旨。元帅有所不知，今日大殿上，官家为了护着您，当场把秦丞相给气晕过去了。又晕了？哎呦！如今元帅恩宠在身，军务繁忙，咱家就不多打扰了，还望元帅大胆施为。信使厚言，岳飞铭记在心。军中之事自己做主，不要再来烦朕。加1。元帅，前面都明白，就是最后这个加1啥意思啊？本元帅平时让你们多读点书，一个个跟要你命似的。现在好，连金牌都看不懂，一群棒槌。哎呀！学生恭喜元帅。本帅有何喜？官家胸襟如海，我等忠臣誓死报之，算不得什么喜。本帅要休息了，陆观察使若无要事，还请速速离开。元帅请自便，学生只是看看舆图，不会打扰。学生有疑问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不当讲。谢元帅。
学生斗胆想问，官家既已明令军略决断皆由元帅自决，那元帅下一步打算如何用兵？陆观察使，官家命你来军中是让你观察，打听军机可不在你职责之内吧？元帅此言差矣。学生临行前，官家亲口说过，军中之事皆可尽情观察，如何作战，自然也在观察之列。学生只是问一句，算不得逾矩。原本围点打援，靠4州牵制敌军，再打袭援军，此策甚妙。可如今徐州一线乱成一锅粥，援军未出便被诸将提前消化，4州已失围点之用。你也知道失了围点价值，那么就更该尽快拔掉这颗钉子。拔成之后，要么去宜州与韩刘两路夹击金兀术，要么向徐州归德施压，做出直逼汴京之势。哪一种都比在这里干耗强。元帅所言皆可行，只是学生以为4州还是该继续围下去，至少半个月到1月。你自己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你知道4州已是围点之用，还要多围半月1月，是想看敌人狗急跳墙？那便想个计策，动摇他们的军心。陆游，你若真想观察，就闭嘴好好看。军事之事，不懂就别妄议。学生不敢妄议，只是若此时拔城北进，则岳家军锋芒毕露，金兀术与朝中恐怕都会先对付元帅。学生以为，此时最该担心的不是4州这一城，而是元帅您自己。本帅还能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岳家军锋芒太盛，若此时拔城北进，金兀术与朝中那些人，怕是都会先对付元帅。元帅不信学生，也是正常。学生属于哪一党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元帅以为学生今日所言可行与否。学生愿立军令状，此计若有半分不成，元帅尽可依军法处置学生。既然元帅断定此策毫无成功可能，那何不趁此机会早早将学生铲除？你这是在逼本帅杀你！学生只是把路都摆在元帅面前，或杀或信，总比日后移来移去强。好个自请一死！本帅不管你是哪一党，只知道军无戏言，本帅可以给你800精兵，康义也任你调遣。若你完不成今日所言，本帅定斩不饶。将军，康义，此刻起你暂归陆观察使节制，协助他守住4州一线。事成，本帅给你请功；失败，本帅先斩你，再斩他。末将遵命。学生陆游，愿以性命立誓，若所言不验，学生伏法受斩，绝无怨言。本帅再问最后一句，怕不怕？怕，可更怕一身本事烂在纸上。明日一早，当众立军令状。你这条命是拿什么想法换来的？拿读书人也想活着见胜仗一回的想法。将军，大喜，大喜啊！将军，喜个屁！本将军都快愁死了，哪来的喜啊？真的是大喜，岳飞真的撤军了！啊，你说谁？哦，将军，这岳家军也太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，不如趁他们毫无防备，出城突袭一波。你是不是彪啊？我问你是不是彪？外面那是谁？岳家军，那可是把大元帅都打到想回老家的岳飞。将军，您到底哪边的？将军，总这么死关着城门也不是办法。万一岳家军只是诈退，咱们又不探一探，粮草也顶不住啊。就你，本将军命你带2000人出城，仔细搜索一圈，看清楚岳家军是不是真的撤了。末将。废话，主意是你提的，不让你去，让谁去啊？末将遵命。将军，停！将军，快开城门！
开！将军且慢！怎么了？像是后头有人追着砍一样。传令，城门一扇都不准开，谁敢擅自开门，当场砍头！是。今日只是看看，不要恋战，谨慎为上。800就敢拦我2000，还占大路正中，是把老子当傻子，还是自己有病？16岁的小屁孩，甲都穿不利索，就敢带800等2000，我这是中了什么邪了？他胡说！喂，你命令还没下？联军，随我上！上！对劲，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是岳飞的人，他们不可能是傻子。既然不是傻子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：老鼠拉木桥，大头在后面，后队变前队，全军往城里撤，快跑！将军，快开城门！收队，回营！追上去打一波！狗小子，武艺一般，这脑子是真好使。对方2000人让咱800个愣是吓跑，斩首1500余，这一仗打得漂亮。观察使，你咋敢那么肯定他们不敢硬上？对啊，你一冲，我们心都提嗓子眼了。其实这仗能这么打，都是元帅的功劳。行了，拍马屁谁不会？将军人都不在，你也能把功劳算他头上？你这观察使是靠嘴混来的吧？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认定他们会被吓住吗？啊，想。因为我们都是岳元帅的兵。岳元帅在诛仙阵大破金乌竹10万大军的事，你们都没忘吧？那么忘，一辈子的战功。所以这些精兵一听岳飞，腿就先软半截。咱们打仗不能只靠刀，还得研究他们怕什么。现在他们最怕的人是元帅，可他们不知道元帅不在这儿，咱知道就行了。800人朝2000人冲，这事只有傻子才干得出来。可他们敢把岳家军当傻子吗？有道理。他们不敢，那就只能往埋伏大军在后那边想。只要脑子这么一转，就乖乖按咱们算好的路跑。这一波呀，主打的就是狐假虎威。陛下，这是4州前线京城急奏。军报抄到4州这一仗时，我就知道陆游那小子又搞大动静。陛下，那位新任观察使又没死是吧？军报写的极快，字都歪着，却有一句我看不清楚。此战策源，实出观察使陆游之奇谋。把这卷军报单检出来，明早上朝用。诺。开城！大宋，岳元帅在何处？本帅在此。4州守不住了，城中多宋人百姓，五谷里技不如人，愿降。传令，军士入城不得扰民，不得杀降，违者军法处置。诺。陆观察使在。此战你出奇谋，以800阵退2000，又连日以计扰其军心，力其不战而降，军中计功岂可漏你？哈哈，可算说到点子上了。听令，4州一役，大宋小卒功在社稷，凡有力战殉国者，
一体鸡鸣。令以陆游为军中从事，随本帅进退。好，好，好！学生，不，属下必不负元帅所托。岳飞破四周，没让城里百姓再流一遍血，这一条就值得我亲自出城迎他。啊，陛下要亲自出城？怎么，你怕我跑了不成？传旨，命岳飞班师回朝，待军归之日，朕亲自出城犒师。我知道有人会说我班师太早，可我更清楚，要世人信你这个皇帝，就得先让他们看见你记得是谁替你流的血。四周已复，军报想必诸位都看了，谁先说说？陛下，此战岳元帅用兵如神，实乃我大宋之幸。但金人未灭，北地未复，若此时轻易班师，恐失士气。臣以为，乘胜追击，正当其时。可军中连战多日，人疲马乏，再战恐生变数。本来就是。他们在吵，该不该追？我却只在想，那些躺在四周城外的尸体，有谁记得名字？追与不追，不是今天要定的事。四周一战，将士浴血，朕不能当没看见。传旨，岳飞班师回朝，沿途抚恤阵亡军士家眷，所需钱粮由内府先支。陛下仁德，只是班师之后，心腹诸城防务。四周心腹诸郡，任由岳飞择将驻守。兵可以回，人心不能散。臣遵旨。我看见秦相眼角抽了一下，那一瞬间，我知道这道旨算是替岳飞挡了一回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岳飞率师破四周，威震敌国，助班师回朝。待军归之日，朕自出城犒师。回家了，总算能睡个完整的觉了。班师，元帅，是不是还想再往前走？想，但打仗不是一个人的事，朝廷要看的是大局，兄弟们也要命。你可知道，陛下在诏书里单独提了你？我赐你入京供职的名额，回朝后你不再只是个太学生，而是要替前线这些人在朝堂上说话的人。属下怕说不好。你在军前敢拿800下跑2000，回京就怕了？对呀，有元帅罩着你，你怕什么？让他们回来，不只是为了摆排场。那是为什么？要让京城的人亲眼看看，这一身泥、一身血的人长什么样。我已经决定了，等岳飞他们回到城下，我要亲自去城外迎，亲自说一段话。至于怎么说，还得想个不那么蠢的开头。军报只会写某月某日，某军班师，不会写路上这些脸。将军，我家那口子跟着岳家军去了四周，有没有消息？大嫂，报上记了每一个名字，等回到行在，我替你问清楚。无论活着还是，我都给你个交代。
兄弟们，再喝一碗，再过几天就能在城里喝热粥了。好，还在记今天抚恤的名单？啊，能记一笔是一笔。回了京，你要面对的是一堆穿绸袍、拿鹅毛笔的人。陛下既然让我公职，那我就得把这些名字变成他们桌上的麻烦。好，记住今天这句话。你在朝堂上说真话，本帅在边上替你扛着。军报没把这句替你扛着写进去，只写了岳飞腋下与属下亦抚恤，但我心里把这4个字又默背了一遍。陛下，岳家军再有3日便可抵达行在。3日，可我把那篇靠诗的话改10遍了。陛下要说些什么？先说谢谢，再说对不起，最后说还请你们再辛苦一次。4州收回来了，可地图上还有一大片地方涂着别人的颜色。我已经让人去抄那篇话，没改一处就撕掉一页。撕到最后一页的时候，我才发现真正难的不是写的好听，是要真的说得出口。这天出城的人比过年还多。谁都想看看打胜仗的人和那个整天被说成昏君的人。陛下，岳元帅到了。陛下，按礼制，岳飞、陆游以及诸位将士受朕一拜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这一仗，有人看见你们的胜利，也有人只看见祭文。朕记得4州城外每一座心腹，朕也记得回来的路上，你们是怎么一边行军，一边给烈士家属磕头的。有人说朕让你们班师是怕了，朕承认我确实怕，我怕有一天城里的人只记得歌功颂德，却忘了是谁替他们挡在前头。所以今天朕要当着天下人的面说一句谢谢你们，也要说一句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朕还没本事让你们都带着勋章回家，而不是排位。朕不能许你们此战之后再无刀兵，朕只能许，只要朕坐在这龙椅上一天，北伐的念头就不会从这张地图上抹掉。臣等誓死效忠大宋。按大多数剧本的协议，此战应该在白天的欢呼里结束。陛下，金兀术又在边境集结兵马了，说是东列。东列，东列要带10万兵，他这是想列什么？传旨，将今日犒师之事抄成文书，发往各路军中。再传一封密诏给岳飞。陛下要告诉他，这一仗只是开场，真正的麻烦现在才开始。如果以后还有人翻到这一天的军报，大概只会记得班师可学，亲自犒师几个字。只有我知道，军报有一行小字：第2次北伐，筹于今日。